盆景什么时候修剪，取决于盆景的生长状况。总的来讲，一年四季都要对它进行修剪，但每个季节修剪的侧重点不同。春剪以定型为主，结合盆景的整形、剪掉造型无关的枝条，集中养分供给给需要蓄养的枝条。夏剪以空为主，除了蓄养枝，剪短生长过旺的枝条，或剪掉徒长枝。秋剪以保形为主，秋季的枝条增粗快，修剪可控制盆景的局部生长，从而调整它的生长平衡。大部分盆景进入冬季休眠期会停止生长。从植物生长规律看，这个时期的植物只是放缓了它的能量交换，而在急需更多的养分。冬剪主要是剪短蓄养到位的枝条，或一些过老很难增粗的枝条，尤其是秋天新发出来的枝条。这种枝条先天养分不足，经过冬季低温处于半木质化，即使到了春季也很难出现强势生长，因此不能把它们作为蓄养枝条，必须把它们剪短或者是剪掉。剪掉这些多余的枝条，可以使盆景在休眠阶段将养分积蓄在需要生长的枝条上，为春天孕育健壮的新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冬季与其他季节修剪有所区别，主要是受冬季气候干燥、低温冰冻影响，容易出现修剪后的枝条干枯。冬季剪枝不能一步到位，把前端稍微留长一点，像榆树、对节柏纳、枫树等等落叶树种，留3到5公分就可以。开春新芽长出来之后，再把它剪到位。大部分不掉叶的枝条是秋天长出来的枝，都把它剪掉。需要蓄养过度的枝，还是春和初夏长出来的枝最好，生长比较快。修剪要尽量的留侧枝，侧枝的活力强，不易冻伤，开春后能很好的带动整个枝条的发芽生长。这种有侧枝的枝条，可以其侧枝根部剪掉。像这种侧枝可以做夏季过渡枝蓄养，不要对它进行修剪。如果枝条长得过长，比较碍事，可以把它剪短，留20公分左右。开春后重新长出来的枝基本不影响它的增粗。对掉叶后很难看出芽点的枝条，像对节柏纳、三九枫这类树，或者一些半木质化的枝干，需要节点才能发出芽的，用手上下摸一下，能感觉到它的芽点。多留1到2个芽点。这2个侧枝开春后再剪掉一个。后端有侧枝的要尽量的留短，留侧枝要留对方向，像这种方向相反的，把枝掉了一下。玩盆景不能盲目的剪，除了季节上的侧重，还有很多取枝留枝的修剪技巧。修剪的根本还在于对树性的了解，比如一些开花结果的树种，剪在夏秋，而冬至孕育了很多发芽，修剪不当影响它的开花结果。好了，关于盆景修剪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我是山丘弄茶，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